哥，我没看错吧？88元，你是不是少写了一个8，或者少写了一个0？没写错，就是88。这本来就是一道让人填饱肚子的家常便饭。天冷了，总得有个能让人大口吃热米饭的选项。老陈，你看，林老板上新菜了，香菇滑鸡盖饭，88块钱。林老板这是做慈善了。小苏姑娘，给我来一份这个滑鸡盖饭。昨晚喝了点酒，今天胃里有点空，正想吃点带肉带饭的。我也要一份盖饭，再给我来个佛跳墙，今天要大吃一顿。这香菇味儿真霸道。老陈，这道菜简直是绝了！我感觉胃里常年喝酒的虚寒枕痛都在慢慢消退。这香菇绝不是市面货，山野气太足了。林老板做这种几十块钱的家常便饭，竟然也压足了底蕴。刘浩肯定不行，规矩不能破。你们现在来排队，应该能赶上。今天有些冷啊，还好今天来得早，赶上了。林老板的你又不是没尝过，上次那盘免费麻婆豆腐，你可是干了2碗米饭。之前帮小小卖酸梅汤赚了提成，今天这顿就当犒劳自己了。你们还真跑来啦！为了这口吃的拼了。小小，我们要3份香菇滑鸡盖饭，钱付过去了。小小，出餐，香菇滑鸡盖饭。我的天，这味道绝了！啊！唉，吃撑了。这比学校食堂12块钱的盖饭好吃1万倍。88块钱1碗的盖饭，能让人吃饱吃暖，就够了。爸爸，我们今天不去店里吗？爸爸先送你去幼儿园。今天彻底斩断最后一点牵扯。黄律师，早。路上没堵车吧？没有，今天路况还行。林凡，我还以为你会找借口缺席。法庭这种讲究绝对实力的地方，盲目的自尊心只会让你输得更难看。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开庭前跟我说这些废话？林先生，我是苏青女士的代理律师。我见过太多人因为抚养权打得身败名裂，一旦开庭，你的财务状况、路边饭馆的生存环境会被一笔笔扒干净，都会作为不适合抚养的证据永久记录在案。苏总念旧情，不想让你难堪，这是附带补偿金的和解协议。现在签字拿钱走人，是你保留体面的唯一机会。小张啊，几年没见，你这套庭外告心理压迫、拿钱砸人的套路倒是越来越熟练了。
王会长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林凡先生的代理律师。怎么，我出现在这里很奇怪吗？张律师，这位是？苏总，江城律协王副会长，法律界泰斗。原来是王会长，久仰。不过您就算德高望重，也改变不了当事人一无所有的事实。法官看的是资产，不是名气。林凡，你以为找个大律师撑场面就能掩盖你是穷光蛋的事实？我倒要看看法庭上你拿什么跟我比。留着你的钱，去法庭上慢慢炫耀吧。时间到了，请双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入庭。是他。楚楚爷爷竟然是江城法院的资深法官。现在开庭，核对双方当事人身份。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苏青女士请求依法变更女儿林雨团的抚养权。苏氏集团下周即将上市，苏青女士作为集团总裁，拥有雄厚经济实力，能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。反观被告林凡，离婚时无任何固定生产，目前经营一家路边餐饮个体店，根本没时间陪伴教育5岁女童。恳请法庭将抚养权派给母亲。被告方对于原告的陈述和诉求需要答辩吗？审判长，原告代理律师对被告经济状况的描述存在严重失实和主观臆断，这是被告近几个月的银行流水明细以及税务局开具的完税证明。被告经营的餐饮店所有收入全部又依法纳税，资金来源合法合规。被告活期现金流完全有能力提供优渥生活条件，不存在所谓经济窘迫。审判长，我方对资金真实性存疑，被告几个月是身无分文，短期内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合法现金流，被告很可能只是代持法人，一旦资本撤资，随时破产。这种虚假经济条件不足以作为抚养保障。张律师，法庭是讲证据的地方，有任何实质性书面证据吗？这上面每一笔流水都有对应的消费小票，每一分钱都足额缴税。现金流打不赢就攻击抗风险能力。审判长，就算现金流是真实的，被告依然无法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。我方庭前详尽调查，被告林凡下没有任何固定房产，经营的餐饮店是租赁商铺，居住的地方也是租来的，没有自有产权的租户，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。而原告苏青女士名下江城别墅和大平层、私立学校，两者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天壤之别。就算你每天赚10几万，终究是个租客。老刘的铺子房产证在他这儿，但他答应过小雨彻底康复前绝不过户。做人的底线，不能为了官司就把救命房子划到自己名下。审判长，我方当然需要回应。原告一直在强调物质差距、居住恶劣，但事实是，被方虽未购置房产，却以每月15000元长租金茂府200平米江景大平层，这是经过公证的租赁合同。金茂府的居住环境、配套资源，被告完全有能力提供物质生活，不存在颠沛流离。王律师，租来的豪宅终究是租的，没有产权就等于没有抗风险能力。张律师，你似乎对抗风险能力有什么误解？审判长，原告口口声声说自己拥有雄厚固定资产和绝对稳定性，但据我方合法调查，事实恰恰相反。原告苏青女士为填补苏氏集团上市的资金漏洞，几天前以个人名义向资本介入了一笔高达5亿人民币的高息贷款。这件事做得这么隐秘，他怎么可能查到？这笔贷款利息远超市场常规水平，一旦上市审核延误或资金链断裂，原告将面临数亿巨额个人债务，甚至直接破产清算。一边是零负债、营业额收入可观、稳扎稳打的父亲，另一边是全部身家压在对赌协议上，随时可能破产背债的母亲。张律师，你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是谁的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？到底是谁的生活处于走钢丝般的不确定性中？审判长，被告财务状况绝对健康，居住条件优渥，更重要的是，被告每天中午打烊，有充足时间亲自陪伴孩子。而原告不仅面临极高财务破产风险，更因工作无暇顾及未成年人。因此，我方恳请法庭驳回原诉诉求，维持现有抚养关系。高负债、高风险对赌协议，
这是抚养权判决中的绝对大忌。原告针对被告方提出的巨额债务风险陈述，你方需要反驳吗？苏总，情况不妙啊！应聘经济条件这条路彻底堵死了，法官绝不会把孩子判给高风险负债的人。现在宣判我们必输，必须想办法休庭。下周就要上市了，不能带着法庭败诉的丑闻，更不能让对赌协议的事传出负面风声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补充提新的证据材料。原告要补充什么方面的证据？我方需要调取被告情绪极度稳定、具有暴力倾向、不适合抚养儿童的相关证人证言。我方申请休庭。是的，审判长，我方还需补充被告生活环境对儿童心理影响的医疗评估报告，申请休庭延期审理。底牌被掀翻就申请休庭拖延，老套路了。鉴于原告当庭提出补充关键证据的合乎法定程序，本庭宣布暂时休庭，下次开庭时间另行传票通知。林老板，走吧。林凡，你胆敢暗中调查我？苏总，请不要言语威胁我的当事人。法庭只认合法合规取证，算不上暗中调查。前几天你为这5亿窟窿求遍整个江城，最后走投无路找了那边的资本，这在江城顶层风投圈早就是笑话了。任何大额境外股权都必须在金融监管机构做底层备案，顺着线索查下去，调取底单也就是打几个电话的事。资本市场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随便怎么查我，我奉陪。但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浪费我的时间。下次开庭还拿不出证据，就老老实实认输。你别得意太早，流水再干净，租的房子再好，也掩盖不了你是个体户的事实。今天算你走运，但下次开庭，我保证你连答辩的机会都没有。回公司。休庭理由是情绪不稳定、暴力倾向。林凡把孩子看得比命重，那他唯一的软肋就只有孩子本身。正规途径走不通，那就用点非常规手段。这场官司，我依然能赢。王律师，今天辛苦了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不过林老板，苏青最后申请休庭的理由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，说我有暴力倾向，他是被逼急了，临时找借口拖时间。但既然当庭提了这个由头，下次开庭为了圆谎，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搜集，甚至捏造你情绪不稳定的证据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你必须千万小心。开门做生意难免磕碰，哪怕遇到客人胡搅蛮缠、指着鼻子骂，你也绝对不能动手。只要动手，哪怕是正当防卫，到了法庭上就会被小张放大成不适合抚养未成年人的把柄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连跟人吵架的借口都不能有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我会克制。林哥回来了，官司打得怎么样了？休庭了，延期再审。啊？怎么还拖着呀？没事，走个程序而已。林哥，既然今天不营业，下午我早点回学校上课。吃了午饭再走，马上就中午了。林哥，这葱油熬得真香。对了，法庭说什么时候再开庭了吗？没定，等法院传票。那苏青要是再来店里找麻烦怎么办？他现在不敢明着来，店里有监控，大门外也有路面摄像头，他敢带人来闹，法庭上他先交代不过去。林哥，那我先回学校了，明天早上准时来开门。路上慢点。